一日阴雨绵绵的午后，掺杂着雨后潮湿的气味，在市区的一处道馆中，室内铺满柔软的地垫上，聚集着城市光明之家的道友们，他们彼此交谈叙旧着，而陈小娟却孤零零地站在人群之中。再见到卓芷文后，有种像是薄雾散去的清新明亮，她终于真正看清她的样貌。在金属框眼镜下是单眼皮大眼睛，高挺的鼻梁，有些方正的下巴，在苍白的唇色边是长满青灰色的胡渣。即使她能站在她的不远处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但她却再也无法忽视这个人的存在。她看着卓芷文在跟一个满脸愁苦的年轻女孩说话，然后朝她投向了目光。她注意到卓芷文的注视，她轻轻地对她微笑着，但卓芷文却深锁着眉心。而站在她身旁的年轻女孩却狠狠地瞪了陈小娟一眼，这让陈小娟吓了一跳。她不明所以地将手抚上心口，有种紧迫逼人的压力向她涌来。她这才发现自己身处在所有人的目光里，他们都很防备地看着她。那些不友善的眼神，有的是来自曾经跟她有交情的道友，也有的是她从来没有印象的道友。一时之间，陈小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她紧抓着手提包，局促地低下头看着穿着丝袜的脚尖，感觉到脚趾头正不安地死扣着脚下的软垫。这时，卓芷文拨开围观着陈小娟的昔日道友们，他将陈小娟护在身旁，这让陈小娟有些吃惊地抬头看着他。他们之间有些身高的差距，这让陈小娟感受到曾经有过的安全感。她闻受到卓芷文身上淡雅的男香，觉得心跳得好快。各位道友，陈小娟道友是来跟大家忏悔的。她知道自己过去识人不明，才会做错事说错话。这次她来自救会，就是想请求大家的原谅。卓芷文义正言辞地说道，但他的话却惊醒了一旁沉醉在幻想里的陈小娟。她惊讶地看着慈眉善目的卓芷文，她不禁退后了一小步，让那迷惑人的男香稍稍淡去一些。陈小娟原本想开口质问卓芷文，她哪时说要来自救会忏悔的，但看着卓芷文正在鼓励着她的眼神，她只好把话吞了回去，然后违心地说道，我过去因为盲目相信宗师，不是盲目相信那个人，所以做错了判断，伤害了各位道友，我很抱歉，请大家原谅我。陈小娟一提到宗师两个字，就明显感受到自己说错了话，因为她清楚看到卓芷文皱了一下眉头。这个自救会凝聚了所有被欺骗、被折磨的灵魂怨气，他们似乎不满意陈小娟的道歉方式，还是直勾勾地死盯着她，这让陈小娟有些急了。我也是受害者啊，你们干嘛这样对我？陈小娟着急地对大家辩解，她到底是做错了什么，需要被他们这样对待？卓芷文看着陈小娟焦急的样子，他连忙轻拉一下她的手臂，然后向她摆了摆手，像是在安抚她似的。冷静一点，要不大家一起来做功德冥想如何？卓芷文的话才刚落下，所有的人都围成一圈，直接坐在软垫上。卓芷文请陈小娟跟着坐下，然后大家彼此手牵着手，就像过去在光明之家一样，一起闭上双眼，开始吟唱着过去做功德冥想时的佛经助念。恍若隔世般，陈小娟有着自己还身处在光明之家的错觉，一种矛盾的情绪不禁在周围间回荡。她以为只有她一个人会想念在光明之家的日子，她以为当信仰的谎言被拆穿后，
所有的人都会摒弃过去的一切，不想跟邪魔歪道沾染上关系，但事实却不是如此。大家还是对信仰有所求，有所依赖。不知从哪时开始，佛经助念从心平气和转变成愤慨低吼。突然有人受不了地甩开身边的人，围成的圆圈圈就此碎裂般被迫切开了一个缺口。所有人都睁开了眼睛，看向动静的来源，是那个稍早前跟卓芷文交谈过的年轻女孩。够了，这是在干什么？为何大家还像在光明之家一样？我们明明就知道这是一场骗局。年轻女孩睁大着双眼，怒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，这让一开始提议功德冥想的卓芷文涨红了脸，很难为情地低下了头。坐在身旁的陈小娟看在眼里，所有人都抽回被牵着的手，每个人都像是加害者般的正襟危坐，而那个年轻女孩开始痛哭失声。陈小娟明白了，那个年轻女孩就是被宗师性侵害的少女。她看着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罪过的表情，她想起之前在媒体报道中得知的真相，宗师会选择年幼可欺的单纯少女，利用少女脆弱的身心，诱骗他们将自己的身体交给宗师。报道中有一个脸部被打马赛克的少女，就痛诉宗师对她侵犯时，会用绳索束缚她的行动，甚至会拍打她的屁股来助兴。那个脸部被打马赛克的少女，仿佛就像脱离幻境般的重现在眼前。陈小娟看着眼前痛哭的少女，她已明白一切。少女放肆的哭声，像是一把刀深深地割在陈小娟的心里。她终于认知到，自己当初在媒体面前一昧帮宗师辩白，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。她看着低着头不作声的大家，再看着身旁也同样低着头的卓芷文，她现在知道今天她为何而来。这位道友，我在这里真心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我过去实在太愚蠢了，对不起，我竟然对那个神棍深信不疑。如果再重来一次，我绝对不会说那些话来伤害你，对不起。陈小娟发自内心的一番话，让卓芷文面露惊讶地看向她。现在我知道，我为何会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团聚，要对抗那种恶势力，由我来帮大家才会有说服力。毕竟我曾经是被那个人骗得很惨的人，我被骗了100万，婚也离了，我其实跟大家一样都被骗了。讲到这里，陈小娟真的羞愧难当，她低着头不想面对大家理直气壮的注视，而这时卓芷文的大手却轻抚她的肩背，她温柔地对陈小娟说，没事的，我相信你。